当朝皇后是个穿越女，她预言燕王会谋反，所以燕王府130口人葬身火海。我因为和王妃去郊外祈福，躲过一劫。逃亡时，皇帝在路上派人截杀。王妃为了不拖累我，用金簪划破脖颈，倒在血泊里。福英，你得活下去，活下去才能给燕王府报仇。次年，皇帝大选，丞相府养在道观里的幼女进宫，成了淑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入宫那日，皇帝身边的内侍亲自来迎，给足了丞相府体面。丞相笑着让人拿来一把金叶子，不动声色地推给他，轻声道：福英在宫中还需赵公公多多提点。赵公公客气笑道：丞相大人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淑妃娘娘身份贵重，日后自然顺遂无忧。话虽如此，他却没有推拒，任由丞相把金叶子塞进他袖子里，才抬头看天上的日头。时辰不早了，淑妃娘娘，咱们该进宫了。赵公公满脸笑容地走过来，白胖的脸上，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藏着精明的光。去吧，我的儿。丞相夫人状似不舍地松开我的手，用帕子试了试眼角。我们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我笑道：福英这边要进宫了，阿娘保重身体。丞相夫人点了点头，替我扶正发髻间歪斜的金钗。去吧。他又说了一遍。奢华的辇轿在门口等着，我被侍婢扶着踩上几蹬，雪白的珍珠帘子随着我弯腰进辇而纷纷落下来。礼聘入宫的流程不似帝后大婚繁琐，然而皇帝大选推迟了3年，好不容易有贵女入宫。礼部在不违反祖制，又得了皇帝的授意后，操办得极其隆重。内侍抬着辇轿从宣武门进去，停在明月宫前。参见陛下。随行的内侍、婢女跪在地上叩拜。我用团扇掀起珠帘，不可置信地往外看。皇帝穿着一身明黄，身形挺拔地站在公道上，四目相对。我慌张地垂下眸，用扇子遮住脸。我听见极其短促的一声轻笑，随即皇帝摆了摆手，道：都起来吧。他快步朝辇轿走来，撩起珠帘，许是觉得我刚刚的反应有意思，促狭道：爱妃不下来吗？还是等着朕来抱你？我面色绯红，试探性的伸手放在他掌心。陛下。皇帝应了声，道：莫怕。我被他扶着下来，忍不住频频看他，在他看过来时，又故作无事地转过头去。皇帝笑道：爱妃，小心脚下。我面色更红，抬起头，却不知看到了什么，神色一慌，脚下瞬间踩空。皇帝眼疾手快地拉住我，狐疑问道：怎么了？我怯怯低头不敢言语，皇帝身后却骤然传来一道暴怒的声音：顾烨，你在做什么？顾烨回头看去，只见穿着华丽凤袍，头发梳着高髻，戴着金钗碧玉的周明若站在身后。清秀的容色因为眼中迸射出的怒火而变得狰狞扭曲。皇后周明若是岭南太守的嫡女，然而这层身份不过是顾烨为了堵住前朝老臣的悠悠之口，为他编造出来的。周明若的真实身份是陪伴顾烨从冷宫里走出来的低贱婢女。当初先帝子嗣众多，顾烨因母获罪，15岁前一直住在冷宫里，身边只有一个婢女贴身照顾。顾烨15岁时，那婢女失足落水，被救上来后不仅性情大变，还能知晓预言。顾烨就是凭借他口中的预言，才能一步步走出冷宫，坐稳太子之位。登基后更是力排众议，为他安了个好身份，封她为皇后。起初两人也是琴瑟和鸣，只是前朝因为后宫只有一人的微词声太大，各家贵女画卷递到顾烨岸边，引得周明若大怒。两人开始频繁吵架。周明若心生妒忌，把丞相嫡女召进宫叙话，第二天一具泡肿的尸体送回丞相府。顾烨为了这事受了前朝老臣不少压迫，而周明若在他的庇护下，除了被禁足罚抄佛经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能得以一进宫就被封妃位，也是皇帝对丞相的补偿。皇后，你怎么来了？两人昨天刚因为进宫的贵女们吵过架，顾烨开口的语气有些生硬。周明若冷笑一声：我若不来，还不知道你美人在怀，好不惬意。他目光恶狠狠地瞪向我，我瑟缩一下，慌张地从顾烨怀里出来，解释道：皇后娘娘，是妾方才没站稳，陛下心善，
服了气一把。闭嘴！我不开口还好，开口后只会让周明若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。你个狐妹子，贱人！从前在冷宫里，他们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，而我如今站在这，就是对那可笑誓言的嘲讽。我眼圈一红，无措地看了眼顾烨。顾烨早在周明若脱口而出贱人的时候，就脸色微变，心里存着对周明若的不满。顾烨伸手揽住我的肩膀，冷声警告道：张口就是粗鄙言语，皇后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周明若神色一怔，片刻后，她死死咬着牙，两行清泪顺着雪白的面颊滑下。你以前不会这么认为的，你说我率真随性，让我在你面前不用遮掩。她的示弱勾起了顾烨的回忆。那时在冷宫，周明若为了一顿饱饭，不得不对着内侍卑躬屈膝。内侍施舍地扔下一碗冷饭离开后，周明若气急了，嘀嘀咕咕的小声骂着。等反应过来身边还有个顾烨时，顾烨握住她的手，含笑道：明若率真随性，我喜欢的紧，以后不用在我面前遮掩。我清楚地感觉到顾烨揽住我肩膀的力气松了松。这可不行！我柔弱地跪下去，再抬头，泪珠滚出眼眶，轻声道：皇后娘娘莫要生气，凤体为重。陛下心中是有娘娘的，妾如何能与娘娘相比？还望娘娘明鉴。周明若对上我隐隐含泪的目光，气愤不已。我和顾烨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？贱人！他几步冲上来，抬手狠狠甩了我一个巴掌。我被灌在地上，咬着唇把溢出的痛呼咽下去。顾烨猛地回神，一把推开周明若，斥道：你做什么？周明若被推得一个踉跄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顾烨。在周明若眼里，她是皇后，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，至于我们这些世家女，和宫里的奴婢没什么两样。但她不知道，因为丞相嫡女的身死，前朝本就不满。如果我进宫第一天就被皇后长姑的消息传出去，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势必会对顾烨施压。爱妃，没事吧？顾烨轻言细语地询问，见我捂着脸摇头，神色愈发愧疚。来人，宣太医！顾烨一把将我打横抱起，我惊慌地攥住他衣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我犹豫出声。顾烨冷哼一声，皇后御前失仪，禁足1月，送皇后回宫。他没有分给周明若一个眼神，抱着我走进明月宫里。我靠在顾烨肩上，余光瞥见顾烨身边的内侍一脸谄笑地朝周明若走过去。皇后娘娘，咱们先回吧。周明若恼怒地踹了他一脚，滚！给本宫滚！他恨恨抬眼，意外和我视线对上。我缓缓勾出一抹笑，用脸颊蹭了蹭顾烨的肩膀。贱人！周明若蓦地睁大眼睛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满意地收回目光，轻声唤道：陛下。顾烨低头询问似的看我，我柔柔一笑，有陛下保护妾，真好。顾烨愣了下，一直平静无波的目光泛起涟漪，带了点好奇。他抱着我进了内殿，朕还不知道爱妃的名字。我笑道：福英，妾叫福英。长安郊外有一座孤鹰山，又称乱葬岗。我被燕王捡回去时只有4岁。燕王说，他有位挚友因为触怒圣上被处死，尸身被扔到乱葬岗来了。他本意是想趁着夜深人静给挚友收尸，结果就听见了我微弱的哭喊声。我被带回去，交给燕王身边的侍女和暗衣养大。偶尔燕王和秦家女娘，也就是后来的王妃由湖回来，会坐在暗衣给我扎的秋千上，和我絮絮叨叨地说王妃今日穿了什么衣裳，漂亮的像仙子下凡。王妃还会在城外给穷苦人家施粥，燕王每次都打马过去，兢兢业业地守在王妃身边，比秦府的侍卫还称职。有时下雨出不了门，燕王会在府里舞场和暗衣交手切磋，然后苦兮兮地给王妃写信，说自己淋了雨，身子发热，然后捧着秦府送来的药材，笑得一脸开心。养大我的侍女翠雪说，先帝在的时候，殿下是人人称颂的少年将军，可以去塞外跑马，看山川四海的美景，才不会被拘泥在这座王府里，待的人都冷漠了。只有秦家女娘在的时候，才能看她多笑笑。不过我倒没觉得她有多冷漠，她会教我写字、读诗，还会让暗衣教我武功，心软的能冒泡。除了一点，
叽叽喳喳的，嘴里没闲着的时候。如果这是冷漠，那他从前的什么样啊？我10岁的时候，秦家女娘被娶进府，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她，以前两人把婢同游时，燕王也会把我带出去玩。然而我还是看呆了，穿着喜服的王妃像沾了红尘的仙子，乌发云鬓，娇容花颜。她会给我做好吃的糕点，会教我弹琴、跳舞、念诗、作画，样样出众，仿佛没有她不会的。我思考了良久，跟她说，嫁给燕王委屈你了。这么好看的神仙美人，燕王那个碎嘴子凭什么？王妃失笑，然后在燕王拿着鞋底子朝我狂奔而来的时候，拦住他，温柔道：好啦，好啦，福英还是个孩子。燕王顺手揽住王妃的腰肢，嘚瑟地朝我瞥来一眼。我幼稚。燕王，我跟着暗医学武功，勉强算半个暗卫。王妃进府后，我就被燕王放在王妃身边当个挂名的婢女。燕王说这么做是让我保护王妃，然而实际上每次我俩出去，燕王都要里3层外3层的派人跟着。久而久之，我也知道了，皇帝对燕王虎视眈眈，长安对燕王府里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雷池，所以我们不敢行差踏错一步。而皇帝之所以现在能容下燕王，无非是老臣尚在。燕王又在皇帝登基时就交了兵权，他没有借口。风雨欲来前，燕王坐在秋千上，无所事事地晃了晃，笑道：哀燕，我昨日梦见菩萨，菩萨说我娶了这么好的妻子，怎得不去烧香祈福，让你我白头偕老，顺遂无忧？王妃替我扶了扶散乱的鬓角，回头笑道：菩萨真这么说？你可不要胡言。燕王睁大眼睛道：我怎么就胡言了？何况福英过了年就16，该相看人家了。我听说城郊元音寺最为灵验，你带他一起去，也好为来年他的婚事祈福。我偏头道：我不嫁人。燕王哼道：谁管你嫁不嫁人，燕王府又不是养不起。去，别粘着阿燕。我朝他笑了下，然后贴紧了王妃的胳膊。王妃忍俊不禁，点了点我额头，道：也好，寻个明媚日子，咱们一起去祈福吧。燕王道：这些日子我还有事，可能不能陪你们去了。你们先去，等我处理完就去接你们。王妃没多想，从善如流的应下。再后来，我和王妃在元音寺住了一晚，就听见下山采买的小和尚回来说，燕王府夜半起了火，燕王和眷属都葬身火海了。燕王的亲信跑上山，要护送我们离开。然而皇帝早派人在路上截杀，都是乔装打扮的羽林卫。燕王侍卫所剩无几，我嘱咐王妃不要下马车，然后跳下去和羽林卫缠斗。雪白的刀锋划过我面颊，我抬手用长剑割断一个羽林卫的脖子，身后一个侍卫被死死地钉杀在原地。等把羽林卫都杀完，满地尸首，只有我一个活人。我往衣服上抹了把双手的血迹，掀开帘子道：王妃。剩下的话音哽在喉间。王妃靠坐在角落，手里拿着一根染血的金钗，脖颈处流出的血染红了素色衣裳。她扯出一抹苍白的笑：福英，别伤心，我要去找殿下去了。我慌乱地爬上马车，捂住王妃的脖颈。王妃笑中带泪：我不能拖累你。福英，你得活下去，活下去才能给燕王府报仇。殿下那么好，他不该落得这个下场。福英。王妃喃喃地念着我的名字，在我的注视下，她握着金钗的手无力地松开，眼皮缓慢合上。不要！我大喊一声，浑身一激灵，猛地睁开眼坐起来。守在店里的侍婢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娘娘怎么了？可是梦魇住了。她挑起床幔，金色的光线穿过窗棂投进来，让我有了几分实感。无事。我深吸口气，轻声问道：陛下呢？侍婢笑道：今日是朝会，陛下一早就走了，特意吩咐不让吵醒娘娘。娘娘可要再躺一会儿？我抬手碰了碰面颊，果然有几分未干的泪痕。不必了。我想起什么，问道：今日便是贵女们入宫的日子了吧？侍婢应声回道：是，娘娘可要赏些什么东西下去？和我一起入选的贵女共有5位，我因为位分高，出身显赫，所以提前1天被礼聘入宫，
其余的都在今天入宫。我道，随意从昨日的赏赐里拿些给他们送去吧。左右那些都是皇帝的东西，我不稀罕，却能卖那些贵女们一个好，何乐而不为？起床洗漱完毕，我坐在妆帘前梳发，问道：凤仪宫那边有动静吗？替我梳发的是我从丞相府里带过来的婢女辅唤，闻言低声道：听说砸了好几套御茶盏，赏赐下去的东西也不过是些寻常人家都不稀罕的玩意儿。我挑眉道：我还以为他会把那些碎瓷片赏下去，毕竟只有我一个人进宫，他都恨得要死，更不要提突然多出来这么些女人来和他抢。我侧头递给辅唤一个眼神，辅唤会意的附耳过来。我耳语几句，辅唤立刻露出笑意，奴婢这就去办。爱情是最经不起猜忌的，更不要提周明若疑心重，有关顾夜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令他草木皆兵，所以他现在身边需要一个忠实的军师为他出谋划策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军师送到他身边。晚上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殿内用膳，辅唤进来后朝我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。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就看周明若怎么发挥了。我高兴地多吃一碗饭。贵女入宫，如无例外，皇帝会首先选位分较高的妃子侍寝。今晚被选中的郑婕妤是兵部尚书之女，然而郑婕妤的撵教行至一半，就被赵公公遣回去了。郑婕妤大怒，强压下火气问缘由，可是陛下突发急事。赵公公道：皇后心口痛，陛下去看望皇后了。郑婕妤冷笑连连，好个心口痛，早不痛晚不痛，偏偏这时候痛。赵公公神色一凛，摇头道：婕妤可要慎言。郑婕妤闭了闭眼，道：多谢公公，咱们回去吧。郑婕妤不似我这般好性，对今日受的奇耻大辱，她恨极了周明若，连夜写了封信递出宫给郑尚书。于是第二天，参皇后极度诚信不堪为国母的折子就放在了顾夜的桌案上。顾夜迫不得已，连召了郑婕妤2天，任凭周明若在耍什么手段都没去过。然而我知道，他心里对周明若是愧疚的。迫于前朝，他连自己心爱女人的宫殿都不能进去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。1个月后，周明若再也等不了了，在御花园撞上郑婕妤，随意找了个借口就罚她跪着。我匆匆赶到，行了一礼，微笑道：陛下如今正宠着郑婕妤，还望皇后娘娘看在陛下的面上，饶过郑婕妤这次吧。周明若阴沉道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拿陛下来压本宫？不妨告诉你，顾夜的皇位是本宫帮他得的。今日我不光要收拾他，还要把你这个狐妹子一起收拾了。来人，把他俩给本宫摁在地上。一帮婢女和内侍乌压压地围上来，郑婕妤急声道：你们敢！推搡间，郑婕妤跌在地上，额头瞬间腾出冷汗。我指着郑婕妤被殷红的裙摆，惊慌道：血！周明若愕然，你说什么？他推开挡路的婢女，目光落在郑婕妤的小腹上。郑婕妤现下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含泪看向周明若，哀求道：娘娘，救救妾的孩子，救救妾的孩子。周明若目光阴鸷，你也配怀顾夜的孩子？你也配！他愤怒地抬腿踹来，我往前一扑，替郑婕妤受了这脚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顾夜冷如寒冰的声音毫不例外地在耳畔响起。我垂眸，缓缓勾唇。郑婕妤被就近抬进明月宫里，赵太医诊治。我趴在内殿的美人榻上，半退衣裳，有辅唤替我上药。一架屏风之隔，顾夜和周明若在大声吵架。顾夜，你负我！你说过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怀上身孕的。明若，朕是皇帝，你一直无所出，前朝已经有微词了，宫里需要一个孩子。前朝，前朝，前朝，你把一切都推到前朝上。你忘了在冷宫里你跟我发过什么誓吗？负了我，你不得好死。周明若，顾夜厉声打断他，沉着俊美的眉眼，朕是皇帝，冷宫的事已经过去了。你以一个婢女之身当上皇后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周明若被他吓得呆在原地，半晌后，眼泪大滴大滴的滚落。顾夜，我看错你了，我以为你是不同的。他抹了把眼泪，愤恨地留下一句我恨你，转身跑了出去。顾夜许久没说话，安静又沉闷的气氛
萦绕在明月宫上空。我抬眸看了辅焕一眼，辅焕拿着膏药退出去，行了一礼，陛下。顾烨回过神，声线冷淡，给淑妃涂抹好了。见辅焕点头，他挥了挥手，退下吧。他现在心脏揪疼，没有表面功夫来敷衍我。辅焕未发一言，转身退下去，出门前隐隐听见啜泣声响起。我趴在美人榻上流泪，听着身后脚步声逐渐靠近。顾烨问道：爱妃怎么了？我从榻上起身跪下去，气声道：对不起，陛下，妾没能保护好陛下的孩子。顾烨愣了一瞬，随即拉我起身，好笑道：这关你什么事？他目光落在我后肩一团乌青上，叹道：何况你还替郑婕妤受了一脚，疼吗？我顺势依偎进他怀里，摇头道：不疼。顾烨怜爱地摸着我的脊背，徐徐道：还是你让朕觉得清静。我抿唇笑道：能让陛下觉得清静，是妾之幸。郑婕妤因为受了周明若的侮辱，就传信给郑尚书，让顾烨感到压力。而我受了周明若一巴掌和一脚，却不向丞相诉苦，还主动靠近，依附着他，这让顾烨心里对我怜爱更甚。正逢太医走出来禀报郑婕妤的胎稳住了，我急忙起身，听见顾烨笑问道：从前没听说过你与郑婕妤交好，怎么现下这般急了？我瞥他一眼，娇声道：陛下少打趣妾，她怀的是陛下的第一个子嗣，陛下高兴，妾就高兴，妾自然要紧张些了。毕竟有了孩子，你和周明若的死亡就会往前推进一大步。顾烨不知我心里所想，只是视线愈发柔和。高位的男人不喜欢频繁有人提及他落魄的过往，周明若的存在，一次次踩在他底线上挑衅，都是在提醒顾烨那段狼狈的时光。而我，一个全心全意依赖他、信任他的女人，仿佛是顾烨帝王篇章的开始。我娇气、活泼，偶尔无伤大雅的任性，在顾烨眼里都是新奇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劝他多去看看周明若。顾烨听我的话去了2回，吃了凤仪宫的闭门羹后，就越发宠爱我，不仅加封我为夫人，还在我困乏后用龙辇送我回去。我宠冠后宫，朝野民间无不知晓我的名字，参见淑妃娘娘。自从我替郑婕妤受了周明若那一脚，郑婕妤醒来后就将我和她划在同一个阵营，常常来明月宫里坐着闲聊。闲聊也很有意思，多是凤仪宫的事，比如周明若又砸了几个瓷瓶，在院子里哀哀戚戚的诉怨诗，什么夺我挚爱信，斥我忽悠宫。我坐在上首，让辅焕给他上茶，笑道：进贡的新茶，你尝尝，若是喜欢走前就带着。郑婕妤听话的抿了口，道：确实好茶，不过今天来，我是有件重要的事说给娘娘听的。我挑眉。郑婕妤道：宫中一向不允许外男进入，娘娘猜我在凤仪宫看见了谁？我问道：谁？郑婕妤：秦王。秦王是顾烨的弟弟，其母妃曾对顾烨发过善心，所以顾烨继位后对这个弟弟并未苛待。但我没想到秦王居然能和周明若扯上关系。我借着抿茶来遮挡嘴角若有若无勾起的弧度，脊背靠在椅榻上，轻飘飘地道：郑婕妤说话可要讲实证。郑婕妤把手放在腹部，轻轻摩挲着，微笑道：妾自然不敢欺瞒淑妃娘娘，妾只是觉得嫉妒狠辣的女人不堪为国母罢了。我笑道：那郑婕妤就放手去做吧，一切有本宫。郑婕妤目露惊喜，做事要跪下谢恩，被我拦住了。孩子要紧。我道：她的肚子鼓起，已经5个月大了。郑婕妤的动作很快，不几日宫里就传出了夜半凤仪宫有声响的事，口口相传，谣言愈发离谱。顾烨下了朝后，如同往日那般到明月宫来，我靠在他怀里，无所事事地握着顾烨的手把玩。陛下，宫中最近多了些凤仪宫的传言。顾烨眼皮都没抬，哦了声，尾音上扬。我道：宫中人惯会拜高踩低，陛下久不去皇后那，自然什么谣言都出来了。顾烨好笑地看我，问道：那意爱妃之意是要把朕推去凤仪宫了？我瘪嘴，哪里是推？妾也想随陛下去的，是一起。顾烨忍俊不禁，点了点我额头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长时间不见周明若，心里还是有情分惦记的，所以他应下我的提议，拉着我往凤仪宫去。
许是认为顾烨不会再踏足此地，凤仪宫门口连个看守的婢女都没有。风卷着欢声笑语飘进耳朵里，我和顾烨循着声绕道进后院。只见周明若醉眼朦胧，面前一个俊美男人深情凝望。我去了眼顾烨，果不其然，顾烨脸色铁青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怒喝如惊雷炸响。秦王脸色一白，跪下道：皇兄。顾烨快步过去，一脚踹在他心口，怒道：外臣不得入宫，你怎会在这？秦王被踹出去1米远，闷哼一声，他目光死死地注视着一脸倔强、眼里含泪的周明若，从齿缝中挤出几个字：皇后失德，即日起废皇后位，幽禁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明日昭告天下。然而不等圣旨昭告天下，回去的时候，顾烨就气急攻心，昏迷不醒了。陛下如何？郑婕妤风风火火地赶到两仪殿，皱着眉问道。我懒散道：太医施了针，一时半会儿还醒不来。我含笑看他，托腮道：你急什么？我要是你，就祈祷陛下醒不过来。郑婕妤瞪大眼睛，条件反射地看向四周，见没有人才放下心，拧眉道：你疯了？我摸了摸他的肚子，笑盈盈地看他一眼，目光不言而喻。郑婕妤一愣，随即会意道：你是想这是风险太大了？我笑道：周明若和秦王逃了，你认为如果他俩杀回来，还会有咱们的活路吗？他们逃了。郑婕妤惊愕出声。我平静的颔首，自然不会告诉他，周明若和秦王是我有意放走的。陛下正值壮年，哪怕熬过这关，可难保以后不会再有别的子嗣。郑婕妤沉思垂眸，许久后才缓缓开口：好。顾烨醒来时已经是3天后了，我伏在他身边，他一动我就醒了。陛下。我泪光盈盈。顾烨重重咳了2声，摸了摸我的脸颊，忽然感受到一条微凸的伤疤，问道：怎么弄的？我笑道：小时就有，上了妆就不太看得出了。顾烨叹了口气，吃力地坐起身道：朕睡了几日？皇后他们呢？我笑容没落下去，一一回道：陛下睡了3日，皇后他们逃了，如今下落不明。什么？顾烨猛地激动起来，仿佛要把胸腔都咳出来。我连忙替他顺气，柔声道：太医说陛下不能情绪过于激动。陛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妾都会和陛下共进退的，妾的父亲也会保护陛下的。我握住他冰冷的手，抬起的眼眸盛满了顾烨的倒影。顾烨闭眼道：福英，只有你对朕是真心的。我弯唇：妾第一眼见到陛下就喜欢上了陛下。顾烨摸了摸我的脊背，把我抱进怀里。福英，朕现在唯一能信任的人就是你了，有件事需要你去办。陛下说吧，妾万死不辞。顾烨说案底下有个暗匣，里面装着1半虎符，你要送到你阿爹手里，告诉他进宫救驾。我一言将暗匣打开，把虎符拿出来。顾烨道：等把那2个贱人抓住后，朕就封你为皇后，你的孩子会是朕唯一的太子。我轻柔地蹭了蹭他，笑着撒娇：谢陛下。我服侍他吃完药，看着他昏昏沉沉地睡下，面无表情地起身，顺手往燃烧的香炉里扔下一点粉末，推开门出去。郑婕妤站在门外看我。都听到了？我问。郑婕妤点头。我笑道：你放心，我此生都不会有孩子的。每日在顾烨身边虚与委蛇就已经够让我恶心的了。郑婕妤神色一动，我道：戏快收场了，你该做什么就去做吧。为了防止郑婕妤倒头反水，我刻意安排她在两仪殿听见顾烨许诺我，而我顺水推舟，将自己怀不了身孕对她构不成威胁的消息告诉她，让她能安心走下一步棋。郑婕妤转身离开，没有一丝对里面帝王的留恋。如今郑婕妤和郑尚书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翌日一早，我穿着寝衣被闯进来的侍卫押到两仪殿，沿途刺眼的血染红青石地面。周明若和秦王闯进来了。贱人，你居然背叛朕！周明若穿着简便的白衣，乌发高束，颇有几分英姿飒爽的意思。闻言冷笑一声：顾烨，是你先背叛我的。我周明若最容不得别人背叛，所以我能把你捧上来，
自然也能把秦王捧上来。周明若挑眉道：你如今不过是个阶下囚，若是识趣，就好好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发发善心，留你一命。说话间，我被侍卫推进来，跌在地面上。福英，陛下，我流着泪唤他。顾烨道：莫怕，福英，有朕在。他深情款款，明显刺激到了周明若。周明若猛地甩了他一个嘴巴，清脆声萦绕殿内，经久不散。忘恩负义的狗男人，燕王才是男主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还在冷宫，不知道死哪了。他打完顾烨，又恶狠狠地朝我走来。住手，不要伤害福英。顾烨高声道：你们不想要禅位圣旨了吗？他深知秦王死穴，盯着秦王道：难道你们想背上乱臣贼子、得位不正的名声吗？秦王果真犹豫了下，伸手拦住周明若。阿若，大事要紧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他还不是任你宰割。周明若被他劝动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停下脚步。秦王道：皇兄，动笔吧。顾烨被他盯着走到书案后，慢条斯理地磨墨。不知为何，秦王有些心慌，厉声道：不要打其他的主意，快点。顾烨冷冷勾唇，抬笔。笔墨刚落下去，两仪殿的大门就被撞开，一身甲胄的丞相缓步踏进来：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顾烨道：把他们都抓起来。是。秦王私兵如何能与羽林卫相比？周明若和秦王败得毫无悬念。福英跟朕说你们下落不明时，朕就知道你们二人狼子野心。顾烨亲自扶起我，柔声道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朕在。我一副后怕的模样，缩进顾烨怀里，流泪喊道：陛下。落在周明若眼里，犹如最后一根点燃漫天大火的木柴。顾烨背叛了他，是顾烨先背叛了他。顾烨，顾烨，我知道错了，顾烨。周明若放低了姿态示弱，眼泪滚落，试图唤醒顾烨心里对他的最后一丝情分。然而顾烨狼心似铁，开口准备唤羽林卫拖人下去。周明若眸色一狠，本来想等着顾烨一靠近就杀了他，没想到顾烨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。狗男女，你们去死！周明若用匕首割开绳索，猛地冲过来，扬起匕首。雪白的寒芒倒映在我眼帘，我抿唇一笑，反手把毫无防备的顾烨推到面前。呲，刀尖入肉的声音。顾烨躬身捂着腹部，一脚踢开疯癫的周明若，不可置信地回头。出乎他意料的，我没有露出可怜的表情，也没有辩解，只是遗憾地叹气，看来没刺中要害，准头不行啊。福英，你……丞相冷漠开口，带着秦王退下吧。羽林卫齐声应是。你们……顾烨惊慌无措地瞪着眼，大喝：站住！来人！可。丞相笑道：这些都是穿着羽林卫衣裳的我的私兵，只听我调令，陛下还是省点力气吧。逆贼！妖妃！你们算计好的！顾烨目眦欲裂，拔出腹部的匕首就朝我冲来。我侧身躲过，抬脚踹向他小腿，那一脚我用了10分力，清楚地听见咔嚓一声骨碎。顾烨痛喊一声，跌在地上，小腿不住地抽搐。我冷漠地瞅了他半晌，从唇间溢出一声轻笑：贱人，哈哈哈！顾烨，你也遭背叛了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负我的报应。周明若痛快地吐出一口鲜血，眉眼间尽是大仇得报的快意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缓缓蹲下：穿越女。周明若笑声一顿，随即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看着我：你也是？我摇头，笑道：我是燕王府遗孤。燕王府3个字犹如晴天霹雳，劈在顾烨和周明若的头上。我笑着从袖子里拿出金钗，掐住周明若的下颌，微笑道：午夜梦回，你可会想起他们？我猜是没有的。你狼心狗肺，怎么会想起被你一句虚无缥缈的预言就杀死的130口人呢？所以我来讨债了。我狠力地掰开周明若的嘴，面无表情地把金钗塞进去。那金钗沾了王妃的血，被我日夜打磨，锋利的犹如刀刃，轻而易举就能割掉周明若的舌头。啊，周明若奋力挣扎，仰着修长的脖颈拼命摇头，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流出。
我起身猛地踹开周明若，周明若砰地砸到柱子上，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从他嘴里掉了出来。我擦了擦金钗，看向等候多时的丞相，他就交给您了。丞相，放心吧，他不会死得那么容易。周明若如何对他那唯一的女儿的，他要一一讨回来。他亲自拖着昏厥的周明若出去，一推开门，郑婕妤和郑尚书就站在门口。顾烨被照进来的光晃了一下，猛地回神，好似看到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的离我远远的，拼命喊道：爱妃，郑卿，救朕！他们是乱臣贼子！爱妃，朕答应你，你的孩子会是太子，唯一的太子。郑婕妤和郑尚书在顾烨希冀的目光里抬脚踏进来，那扇门重新合上，仿佛给顾烨盖上了棺材。我拿着金钗逐渐逼近，柔声道：郑婕妤的孩子不只是太子，还是不久后的新君。我从顾烨惊恐的眼珠里看见自己脸上见了血，裙摆也被血染红，好似从地狱爬出来索命的美艳女罗刹。不关朕的事，朕不是非要杀燕王的，是周明若，是那个贱人说燕王不除，朕的皇位不会安稳，不关朕的事啊！我抬脚踩在顾烨脸上，用力碾了碾。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狗咬狗，现在没有兴趣了。你唯一的价值是给燕王，给燕王府的130口人偿命。我高高的举起金钗，畅快地笑道：不过你别担心，你的明若很快就会下去陪你的，黄泉路上你们也好做个伴。猛地沉下的尾音和呲出的鲜血附合在一起，我闭了闭眼，滚热的血落在我眼睫上。顾烨像条死鱼一样在我脚下抽搐，睁大的眼睛里布满恐惧。郑婕妤没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叫了一声，随即被郑尚书挡在身后。我旁若无人地拔出簪子，在自己衣服上擦拭干净，重新戴回头上。我脚步轻快地推门而出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我容貌变化了许多，也不知道暗衣和翠雪能不能认出我。燕王那个碎嘴子要是知道我做的事，一定吓得下巴都合不住了吧。还有王妃，她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，教我跳绿腰舞。那支舞我还没学会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得把金钗还给王妃，这是她和燕王的定情信物，我替他们保管得够久的了。我越想，脚步就愈发轻快。我从宫城的高台上一跃而下，不远处就是燕王府。那架被烧毁的秋千下，有沉默寡言的暗衣，掌握京城八卦的翠雪，话痨燕王和神仙王妃。我回家了。砰！与此同时，宫城的钟声接连被撞响2次。皇帝和废后宾天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